交替，每天是崭新的自己。风雨的洗礼，我微笑着继续前进。一张开双臂，就能拥抱天地。就算铜墙铁壁，也抵挡不住前行。跟着我一起分分秒秒，梦想绝不放弃。不相信命运，相信快乐，想被自己决定。跟着我一起，时时刻刻都冒出了全力。一路的起落都是最美的风景。跟着我一起选择活出最精彩的生命。漫长的黑夜是为酝酿更绚烂的黎明。跟着我一起让时间写下壮阔的事迹。有天回头看，都是温暖的回忆。喂，文仲，我是 Amy。你今天有没有空一起吃饭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刚好约了人。哦，那真不巧，我是想把外套还给你。那天你留在我的家。我知道，可是我的外套很多啊。那改天吧。抱歉，再见。再见。听到他叫我名字的时候，简直晴天霹雳。那时候我真的希望地上有一个洞让我钻进去。那个洞要很大才可以。哎。爸，文仲，你回来了，有人找你。嗨。你怎么会上来我家？人家 Amy 啊，是特地送外套来还给你的。那，谢了。来，谢谢。对了，爸，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啊？这个茶壶你平常都舍不得用，怎么今天？当然啦，Amy 带来啊，浙江杭州最好的龙井啊，这是大陆啊公认的第一名茶。好的茶当然要配上好的茶壶啦。我对茶真的是一窍不通。上一次你在我家的时候，我听见你提起安哥对茶很有研究，所以就带一些来孝敬他了。你真有心呐！老实说啊，现在喝茶的年轻人已经很少见了，懂茶的更是难找了。其实啊，这罐茶叶啊，有钱也未必买得到啊。这么厚的礼啊，我都不敢收啊。你就别客气了，好的东西是需要有欣赏它的人才有价值。像我这个外行人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。你就收下它吧。那好吧，这罐茶叶呢，就等你来我家才冲泡吧，这样就对得起你，也对得起这罐茶叶了。好啊，那我就常常来。我们的家随时欢迎你。文忠，你要不要喝啊？我帮你倒一杯。不必了，我不喝茶的，晚上喝了茶我睡不着。爸，我把东西拿回房间。他哪里会喝？他只会喝什么 cappuccino 啦、latte 啦。我听文忠说，你在陆军部队工作一定是很辛苦吧？辛苦是以前的事，现在当兵可幸福多了。就说军服吧，以前我们的军服啊是又粗又硬啊，洗的时候啊还需要上浆，烫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衣架，可以摆在一边让它站着。可是现在的军服啊，根本就不用烫，可以放进洗衣机洗一洗，晒干之后就可以穿了。我听一些男同事说，现在他们回营，不管是身上的装备或者是训练的器材，都比以前进步了很多哦。时代不一样了，军人当然也要跟时代一起进步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以前虽然辛苦了一点，但是我却把它当作是一种磨练，一种军人对自我要求的精神。你的精神真的是令人钦佩哦。对不起，我应该走了。今天真的是太冒昧了。哪里？
既然来了，就留下来吃饭吧。你送外套过来，文忠还没有好好谢你呢。爸，我自然会谢谢 Amy 的。再说，我没想到今天晚上呢，你会突然间的上我家，我们也没准备什么特别的菜给你，所以非常抱歉，不能留你吃晚餐。说的也是，不如改天吧。改天你上来之前呢，给我一个电话，我煮我的拿手好菜给你吃。爸，我送 Amy 下楼。啊，那好吧，我先走了。你不要误会，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我只是刚好经过而已。是吗？哎，怎么那么早啊？不用加班了？今天不用。你呢？你去哪里？我送朋友下楼。哦，这位是？这位呢是我的朋友 Amy。你们是？哦，她是我的客户。好了，哥，我先回家。你早点回来，我买了宵夜。OK，拜拜。拜拜。走啦。原来刚才那个就是你的妹妹，长得蛮漂亮的，看得出你们俩的感情很好。我希望以后你不会再上我们的家，我不希望有家人误会。我只是顺路想把外套还给你。你是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的？你跟踪我吗？我希望你自己知道你在做些什么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要知道一个人住在哪里一点也不难。世家侦探、电话簿，甚至车子上的停车月票，都可以很容易知道一个人的地址，根本毫无秘密可言。那你是用了什么方法呢？我当然有我的办法，可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。你不用送了，我自己回去。怎么这么快回来啊？二哥，把人送走了，就回来喽。你坐，我去给你盛晚饭。谢爸。哎，姐，你嘴巴抽筋啊？很好笑啊！刚才发生的事情很好笑吗？你才好笑啊！一个女孩子笑成这个样子，像什么话？爸吃饭。哥，刚才那个 Amy 应该以为我是你的女朋友吧？你应该是拍了太多的广告了，想象力太丰富了吧？你没有看到她表情，好像要把我吃掉一样。吃鸭吧？你胡说，人家 Amy 啊，大方得体，善解人意，才不像你说的那样。老爸，真的，后来他听到我叫二哥，脸色才慢慢转了过来。你们没有看到很可惜，让我笑的。照你这么说，这个 Amy 还蛮紧张你二哥的哦。紧张？别听他乱说了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罢了。是普通朋友，又怎么会把你的外套留在人家家里啊？老爸，你很无聊哎，去人家家做那种事，当然先脱掉外套啦。好，二哥好啊。喂，要是你真的有做的话，你可要负责任呐。负什么责？我什么都没有做过，都是你啊乱讲话。其余干嘛？我只是说你去 Amy 的家修水管而已嘛。修什么？修水管。你呀，别乱说话。哎，还有你啊，如果真的对人家没有意思，就要把话说清楚啊，别欺骗人家的感情啊。什么欺骗人啊？他都已经结了婚，有了孩子了。什么？那他为什么来找你啊？又送我那么名贵的茶叶，哇，这真的有点乱了。哎，不行，你就把那罐茶叶还给人家，不要占人家便宜。知道了，吃饭。哎，快点吃。你们吃完饭之后，你们洗碗啊。你帮你去哪里？去换衣服啊。你干嘛这么急？你都还没有吃我买的烧鸭。我要去喝喜酒啊，要吃鱼翅啊。鱼翅？那你又吃完这碗饭？我担心酒席很晚才开始。那你又这么早去？
哎呀，自己亲戚嘛，迟到总是不好的。那为什么他们没有请我们？他们是谁？是你们的二姑丈的表姐的女儿。哎呀，说了你们也不会认识的。哎，不说了，不说，再说我就来不及了啊。谁呀是不是那个 Kelly 啊？ ？Kelly。我们有二姑吗？来上车啊！这么巧，也住在这带啊？对呀、我住在上面，已经住了几十年了。来来，上来。谢谢你了，要不然在这里等的是不知道等多久了。对呀、真没想到。哎，其实以后你可以坐我的车的。那可以，当然是最好啦，麻烦你了，不会，顺路嘛。谢谢。零。对不起，是不是我也跳错了？相反的，你跳得很好，进步很多了。那是你教导有方，在家里是不是有练习啊？有时候。很好，多多练习，也许我可以推荐你去参加比赛。我会努力的。我们继续跳吧。原来 Amy 是看到我洗衣袋上的地址。有麻烦了，我还可以应付。都杀上门来，你还说可以应付？真的是很不明白，我都没有给他什么暗示啊，为什么他会误会呢？我不是早就警告过你吗？不要对女人太好，你就不相信。我只是保持一个男人应该有的风度，对每个女人都一样，不只是对她而已啊。这个我知道啊，可是问题是，他不知道你有这么博爱。他应该知道的，我对女人好，对男人也好啊。哎呦，那更惨，性向不明，问题更多。以后杀上门来的不只有 Amy， 还有 Andy 啊、Anthony、Alex。那不是很忙吗？那你应该收敛一点你的博爱，不要让人家误会了。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，然后要钻牛角尖，我也拿他没办法。如果这些事情可以讲清楚，就不会有那么多情杀案发生了。别给一副那种爱情专家的样子啊！你还不是不久前刚分手，又不见得你拿着刀要去杀人。你以为我不想？我只是觉得监狱制服的颜色不大适合我的肤色。哎，两个在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喂，你明天中午有空吗？干嘛？我明天会到你公司附近去办点事，想找你吃饭。哦，那你请哦。好啊，请就行。我们进去看一看。哦，原来你说要办的事是买首饰啊？你帮我选一个。所以你请我吃饭是另有目的的啊。你是女孩子，你会比较了解女孩子喜欢怎么样的首饰啊？好了，就看在你请我吃sashimi的份上，我帮你这次。你是买来干嘛？送人啊。当然是送人啦，那但是送动物园的阿明嘛。我是问你是结婚、订婚还是生日？我知道，肯定是送给未来大嫂，哈哈。什么未来大嫂，8字都还没一撇。送了这个礼物就有一撇啦。哎，未来大嫂是谁？她叫欧阳佩佩。佩佩，好，包在我身上，我保证选出来的礼物会让她一看到就马上大喊 Yes, I will be your girlfriend.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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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. 哎，哎，这个真的吗？你对我没有信心啊？这个肯定会让她说 Yes。
谁找你啊？看你愁眉苦脸的。是男朋友吗？才不是啊，都还没开始。哦，是不是你上次说的那个在突击队的 Captain Paul 啊？嗯，现在我才明白什么是剪不断理还乱。你不喜欢人家？也说不上喜欢不喜欢，只是我们除了在工作有共同点之外，性格和兴趣都相差10万8千里的。那不是问题啊，像我和我老公一样，就一个天一个地，关键就在于你对人家的感觉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只能做好朋友。那将来呢？有没有可能超越朋友？可能性很低。会不会是因为他弟弟的关系影响了你的判断？我没有想过啊。你拍拖的时候也是那么烦的吗？当然啦，我先生有6个兄弟，你说我烦不烦？感情的事呢，不能三心两意的，不能把人家当作候补，不想继续就得说清楚，不要伤害人家。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佩佩答应我的约会了。是不是？我不是说过，战败一次不代表失去整个战争呢？不到最后一刻，你还有可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。对，你最厉害。像 Captain 欧阳条件这么好的女孩子，一定会有很多追求者。我想你要把握机会，不要丢我们的脸。For honor and glory, Commando！对不起啊，我迟到了。没关系，是我早到。走吧。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哦，好啊。我买了东西送给你。啊。你先让我把话说好不好？坐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刚才来的时候被脚车撞了一下，没事的，皮外伤而已。对不起啊，如果约在你家楼下见面就没事。我应该跟你一起走过来，至少可以帮你挡一下。别傻了，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啊？总之都是我的错，痛不痛？我的 Lucky Star 不见了。我去找找看。你就是在这里被撞到的吗？对啊。如果还有的话，应该在这里附近，不可能找不到的。怎么找不到呢？你项链在哪里买的？现在还买得到吗？项链买得到，可是我 Lucky Star 就买不到啦。它是我8岁那年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从小到大我都一直带着它的。无论是工作或者读书，我都是靠着它给我支持。对不起啊。干嘛道歉呢？如果不是我约你出来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算了，我看是找不到了，被人家捡走了。我先回家了，你也回去吧。佩佩，什么事啊？这项链是我买给你的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任何项链都取代不了我的 Lucky Star。怎么啦？还在想你的 Lucky Star？
真的找不回来啦？我和文静已经找了一整个下午，还是找不到，我看是很难找得到了。别想那么多了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这个找不到了，也许会出现另外一个 lucky star 让你惊喜呢。妈 ，lucky star 只有一个，不可能再有第二个了。哎呀，你这个老爸还真是的，几点了还不回来？都知道我们在等他吃饭，你饿了吧？先吃，不要等你老爸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爸，路上塞车。我还以为你忘了回家吃饭呢。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啊，看到文静。他在哪里呀？哦，就在对街的马路上，我看到他爬上爬下的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死了！不是叫你不要去找的吗？从你家到公园方圆不过2公里，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。吃饱之后我再继续找。其实我已经找到了，原来我放在家里，没带出来。你不用骗我了，如果找到的话，你早就戴在脖子上了。你不要那么固执好不好？只不过是一个失误，别搞到那么大件事。我没有啊，我只想帮你找回来而已。我知道，可是有些事是不能勉强的。不管你怎么努力，找不到就是找不到。你没试过怎么知道呢？我们不是已经找了一整个下午的吗？对我来说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，而是任务还没有完成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？你想找的东西可能根本都不存在，还是已经被别人拿走了。我觉得什么可能性都有啊，除非我把整条街翻过来找过一遍，而且每个角落都找过，要不然我是不会死心的。不是每件事都会有结果的，就像我们2个一样。我在军中受过的训练，我到最后关头是绝不放弃的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的。做什么都没用，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。不要玩了，我腰不行了。哎，再来一盘啊！哎呀，你自己玩了，我不好玩的。大哥，你们搞错了，这样叫做打球啊，这样叫做发泄啊。打球根本就是发泄的一种管道。说的也是。干嘛？撞到石头了？不止撞到石头，整艘船都沉了。船都沉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那天我们相约见面，佩佩的项链不见了。Lucky Star 不见了，有没有被找到？后来找了很久，他要放弃，我还要继续找。他就突然间生气，说很多事情不能勉强的，叫我不要固执。他还说我们2个人是没有结果的。依我看啊，人在气头上说的话呢，你就不用太在意吧。或许我真的不应该那么固执。总的来说，船到桥头呢，自然直，一切就各安天命吧。
帮忙的吗？哦，有。你有新型的项链坠子吗？啊，有啊，请到这边来。我们店里所有的项链坠子都在这里了。先生，能帮你什么吗？哎，我要找一个新型的项链坠子，你有吗？你想找的新型项链坠子是什么模样的啊？或许我们的店可以特别帮你定做一个。真的可以啊？是我亲眼看见的，一个女人陪着老公去买鞋子，他们两个亲热的样子，我看得都脸红啊。你来了？啊，是啊，我买了一些菜。今天怎么穿得这么美啊？还喷了这么香的香水啊？哦，我要去出席一个亲戚孩子的生日会，总不能全身臭臭去吧？啊？老爸，你那天不是刚去什么二姑丈表姐女儿的喜酒，今天又有亲戚的生日，那你不正忙？你怎么睡在厅里啊？要睡回到你房间去睡。哦，都快要当兵了，还那么吊儿郎当的。你怎么有这么多亲戚？没听你说过的啊？你没问，我就没说了。哦。喂，啊，对，同样地方。跟着前面那辆车。出我所料，亏我对他那么好。那现在还跟不跟了？跟，当然跟了。我要看他们两个去哪里。一男一女还会去哪里？谁说的？我跟你还不是一男一女，会去哪里啊？哎，我叫你跟车，又没叫你说话。好好好，我跟。快走啊！他们的车都走了。安哥，你可以开快一点嘛。快70了，不能再快了。哪有70？你才开50而已嘛。我是说我快70岁了，加快车很危险的，帮你中3班不划算。咦，那辆车呢？怎么那辆车不见了？我看是追不上了。我真的是给你气死了！哎，算了，前面给我下车好了。
早就跟你说了，你就是不相信，现在亲眼看见了，知道我没有骗你了吧？哎，那个女的是不是长得很漂亮的，眼睛大大的，皮肤白白的，而且身材很棒，最重要的是比你年轻15年。是，她什么都比我好，你满意了吧？我已经够烦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了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早就叫你别对那个老兵太好了，你就是不听。不过还好啊，现在发现的早，要不然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哎，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他一个男人。下次啊，我再介绍一个比他好1000倍万倍的。去哪里？这个碗多少钱一个？一个5块。5块，这么贵？茶壶呢？80。干锅呢？65。有没有搞错啊？这样的一个干锅65块，会不会太贵啦？这个是不锈钢，百货公司 offer 都要卖99块呢，不贵了，安迪。什么？你叫我安迪？我都还没结婚呢，你才是阿婆啊！喂，你到底是要买东西，还是要找人吵架？我还想问你啊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啊，算了，我不买了。心情好点了吗？全部包起来。这些太花了，我又不是蝴蝶。这几件。这么素啊？你以为我要去出席葬礼吗？哎呦，你们店这么多衣服，没有一件适合我的，还有没有别的啊？小姐，1分钱6分货，这种价钱没得闲聊了。再说你长得这么好看，穿什么都好看。口花花，做生意是做生意啊，一看你就知道不安好心。刚才那小姐买哪件衣服啊？关你什么事？不是我买了送给她。啊，就是这几件。全包下，全包下。好好好。你站住！你这是干什么啊？你以为我没有钱买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问问价钱，又没打算要买。你别跟我说这些锅碗都是买给我的。真是的。雅妹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都是以讨价还价来发泄的，根本没有买的意思。那是说她找人在吵架？本来就是啊。我跟他太太从小一起长大，情同姐妹。要不是他太太临终前啊，要我好好照顾他们的话，谁愿意啊这样不明不白、没名没分的耗在家里浪费青春啊？是啊，你牺牲太大。谁知道啊，这个人竟然不知好歹，恩将仇报，根本就不把我放在心上。哎，我不是喜欢他，我只是很不甘心而已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知道什么啊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其实我不是很知道啦，不过有些东西我很清楚。你呢是一个好女人，他不选择你，是他损失。哎，怎么了？顾着跟你们说话，我摊子没人看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那这些东西怎么办？给你吧。我要来干什么？你不要，我要，不拿白不拿。那还给你，我觉得你拍得很好啊。好也没用，不能够换饭吃。怎样？还是找不到工作啊？没想到，一个那么先进的大都会，能找一份工作也竟然那么难。我跟你讲，是那些人没有眼光，不是你的问题。对啊，就你才看得起我。哪有像你这么有才华的人是不可能被埋没的？我对你有信心。只可惜现在的社会，光靠才华是没用的，你有个显赫的文凭，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更重要的是要有利用价值。那如果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？走一步算一步，也许暂时会找一点散工吧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这么快放弃，我就不相信你这匹千里马找不到伯乐。千里马？
刚好是跛脚鸭多一点吧。你干嘛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啊？我不是对自己没有信心，我只是看清楚了事实。算了，别说这些丧气的话。请你喝杯咖啡。啊，我请你吧。一杯咖啡我还请得起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，走吧。这个样子，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了。Boss 就是 boss， 触觉果然敏锐。我还没说你就知道了。你这样是在称赞我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怎么我听起来好像在形容蟑螂的？不要跑摸脚了，什么事你快说吧。好，我们公司还请不请人啊？你想介绍人进来做？这个人绝对是个人才，就是上次帮我们拍 Angels 广告的那个摄影师咯。我认为啊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如果以我们公司的利为前提的话，我们是不可能请全职的摄影师的。要的话，就以不投合约形式来进行。那目前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合作？目前暂时没有，不过过一阵子可能会有吧。对了，你好像很想帮那个人啊，有没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我只是想帮一个朋友而已。是吗？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，心里才怪。不要跟你说了，总之有什么关于摄影方面的工作，记得要通知我。知道了。可以啊。知道了。可以啊。知道了。OK。Hi Jeff 啊，嗨，我是文蔚。对，我听说上次你在找摄影师啊。哦，找到了。好，那没关系啊，谢谢你啊，拜。林老板，嗨，我是文蔚。对，我想问你啊，你公司还请不请人啊？你被裁员？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那我改天请你喝咖啡了啊。OK， 拜拜。皮卡索，这2天有没有空？什么事？老人院想去本特刊来筹款，要不要帮忙啊？是啊，拍一些照片做封面的插图咯。你们找人拍照，我可以介绍一个人，技术一流的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抢生意啊？他们先找我的。喂，你又干什么？你又不是摄影师。我的专业虽然不是摄影，可是我有学过啊。可以，绝对没问题。真的？对了，酬劳怎么算？对不起啊，这是个福利团体，是属于义务性的。就是说没有钱给。不过呢，冲洗费他们付。喂，你们不要那么现实嘛，为慈善出一份力嘛。其实我是很想帮你们的，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我看还是找一个专业一点的摄影师比较好。你刚才不是说你学过吗？现在怎么又推得一干二净啊？你还不是一样？哎呀，最多我自掏腰包了，请你们吃一顿大餐好吗？自掏腰包？干嘛？你有人介绍啊？Sorry， 知道了。没关系，找这么急什么事？我帮你找了一份工作。真的？什么性质的工作？老人院想出版一本特刊，那他们需要一个人帮忙他们拍一些生活照，做版面和穿插用途。好。你不要喊那么快，酬劳不是那么多，不过只需要你2、3天的时间。别说是酬劳不多，甚至免费我也愿意。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。
你好。哎，陈颖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啊，你现在正在忙吗？不会啊。哦，你太好了。那天我们在老人院拍的照片已经冲洗好了。哇，没想到你的手脚这么快，给我看一看。拍得不错，他们一定会很满意的。谢谢。啊，对了，老人院要我把这个交给你。好，麻烦你了。你今天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饭。好，我肚子饿。好。不好意思啊。Hello。哦，好，我马上进来。不好意思，老板要我进去，很快的。你在我位置坐一下，很快的啊。好。陈毅是吗？哎，你好啊 ，Picasso， 这在忙什么？没忙些什么。那天陪着文蔚到老人院拍了一些照片。老人院是，就是这些。哎，照片好啦。是陈毅拍的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陈毅啊。哎，真的拍得很好哎，怪不得呢，文蔚一直推荐你 ，Thank you。当然啦，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，技术绝对一流的。你过奖啦。哎，技术好是一回事啊，你不惜费时费力，义务为时尚。如果这个精神换成是我可做不到。对呀，所以你要向他多多学习，知道吗？啊，应该。哎，你看这。哎，你不等文蔚啊？不了，我有事，我先走。哦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哎，我要下去买三文治了，要不要我帮你们买？2块半。不用了。不要，谢谢。哎，美雅，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男生在我座位啊？哦，你是说陈毅啊？啊哈。他说他有事先走了。看了照片了，拍得不错哎，想不到你还可以请到像陈毅这样的高手啊。你怎么知道是他拍的？皮卡索说的啊。皮卡索？哦，对了，陈毅临走前把一个信封放在你的桌上。总是和我过不去的。喂，现在是你撞到我，又不是我撞到你。喂，臭八婆！陈毅，臭八婆！喂，小心！想问你在哪里，却等不到回应。才明白一开始我就已经给错了关心，思念弥漫在空气，想忘却抓不紧。越来越清晰的是我在想你。爱总是很用心，给我最初的热情，却忘了考虑对方是否愿意肩上他的名，以为只要坚定就能追上爱情，才发现不是。